今天用挖别人墙角拉回来的条石加高湖边宝坎，这些宝坎都是爷爷那一辈修建的，此前已经对年久失修垮塌的进行了修缮，但是湖水上涨距离宝坎淹没近在咫尺，为了之后湖边能更好的规划改造，这次决定用这些石料加高宝坎，一劳永逸。这么大的条石，我和老爸两个人怎么搬运成了难题，最终还是决定把条石分成小块的。搬运的难题解决了，接着就对宝坎进行清理，容易风化和凹凸不平的石头就直接抛弃在犄角。这次石料很多尺寸规格都相同，在砌之前先找出宝坎的水平。第一层用到的是40×50×100规格，一块开成了3块，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移动过去，再把3块石料拼在一起，是不是有点像搭积木的感觉？就这样，随着宝坎改造的推进，石头搬运不仅更艰难，距离也越来越远。翻斗车太高，上车有点困难。为了保存实力，我决定给翻斗车进行升级，找了一个废弃的铁梯，加固焊接了一个框体结构，再固定到斗车的轮桥上。推拉车已经做好了，推起来还是比较轻便的。测试下它的承载能力。推起来还是比较轻便的。有了改造车的加持，效率明显得到了提升，一个人搬运石料也是来去自如。把休息箱位倒水。每次室外改造进屋就容易带入尘土，像地面上这些泥土，扫把清理容易扬灰，还会残留灰尘，根本清理不彻底。还好有 OKP 扫地机 K5 Pro 帮我，两个边刷就像它的小扫帚，把垃圾聚拢起来，底下的真空吸口小巧又贴地，可以直接把垃圾吸入尘盒，机身还挺小的，这样就能方便清理椅子角、柜子底这些卫生死角，而且再也不用很辛苦的打扫床底了，派它去就行。还长了眼睛似的，4厘米外就能避开。平时用过的洗脸巾安装上去2次使用，拖完地也不用手洗了，比拖把还方便，使用方便 ，App 遥控器都能控制，老人小孩也能轻松上手。家里有它打扫地面，我就可以专心改造了。石料的尺寸不同，每一层想要水平接近，只能在乱石堆里寻找规格相同的，条石与条石之间相互交错，导致搬运材料比砌宝坎还要费时费力。只要石头搬到位，尺寸一样，砌起来还是很快的。只有少数突出的需要进行处理，大多数还是比较规整的。第2层石料尺寸就要偏小点，就错封压在第1层的上方。就这样不知不觉1天又过去了。最上面1层就要用到沙灰来填充了，但是在哪里搅拌却成了难题。沙和水泥放在房屋旁边的斗车没法经过陡坡路段，找了一张遮雨布，不知道沙能不能通过它滑落至湖边。单车了。它为什么不会跑呀？不过这个方法还是轻松了很多。这样搅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通过斗车运输过去，减少人力消耗。刚开始的几块，因为之前我们回填过泥土，还能抬上去，其余地方只能借助木板一点点的翻滚上去。现在下面砌的2层高度已经接近80厘米，再加上这一层，这次我们总共加高了1米多点，未来湖水怎么上涨也不用担心了。这次改造之后，我们宝坎总高度已经超过2米。看到这里，很多宝子可能担心湖水上涨浸泡会不会有垮塌的风险。湖边地基都是风化石岩，地基算是没有下沉的风险。宝坎内部在垒砌的时候，1米的宽度都是回填的石块，并且以后回填的泥土都是风化土，且石块比例较大，这样的话透水性就比较好。这是我预留的排水口，之后里面还会修建排水沟渠，还剩了点沙灰，正好把之前的宝坎石缝塞住，减少湖水波浪对泥土的侵蚀。这种石头与石头之间的密缝刚好可以留作排水。现在给宝子们看一下宝坎的全貌哈，总长的话有21米左右，然后我们现在完成了有13米，还有9米，就是这样的，属于垮塌的状态，所以说我们还需要等湖水再退去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一段给修复了。石料用了有一半的样子，之后宝坎改造好，我们就可以把那里的泥土回填过来，这样湖边地势就更为平坦，之后湖边我们就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哈。